欢迎收听谢拉格广播，明日方舟周报每周六晚8点准时更新。本节目由洛可蒂斯卡海青、猛禽是只鸽子、心好累呀、自然之雪、可乐是绿色的、中曲是只雅痞兔、UBERTO 胡汤、沈瑶 Zabra、白华李赞 Akira、乐久忘忧、Devil 00、极地森林老熊等朋友赞助播出。感谢以上朋友和其他我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吧。6月10日，简中没有新闻，但当天有玩家发起给斯卡蒂喂食物的主题 P 图帖，帖中玩家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为斯卡蒂提供各类美食。帖中也涌现出不少玩家为斯卡蒂提供了包括但不限于玉米棒、海墨、肥宅龙、圣晶石等精美食材。在该帖被搬运至繁中平台后，繁中玩家们也加入了喂食工作之中，更是提供了至纯原石、疯癫花等食材。另外，当天有玩家发现明日方舟中首位登场的投掷手干员迷迭香，每进行一次攻击，这次攻击中便会包含2至3次伤害结算，但其余的投掷手却是在进行一次攻击后再进行1至2次独立的攻击行为。更有技术大佬贴出了迷迭香的攻击逻辑作为佐证，故而得出结论，最初的投掷手迷迭香并非所谓的投掷手。繁中这边则是有玩家根据明日方舟罗德岛舰船模型的基本数据推算出，罗德岛本体或许为长655米、宽315米的巨型移动设施，甚至比地球目前最大的游轮要长出1倍之多。国际服这边则是在水月肉鸽海斯大军的洗礼下，有玩家根据花巅峰的特性，在相应的关卡中搭配上了更为相称的音乐。另外，还有玩家则是发起了以明日方舟、原神和 FGO 等游戏为例，为什么抽卡游戏总是离不开狐狸角色的讨论。帖中列举数张经典2游中的人气狐狸角色，并对为什么一定不能少狐狸角色表示好奇。国际服玩家们则评论道：不懂尾巴好的人有难了，很多游戏可能没有狐狸精我都不会去玩的。6月11日，国服明日方舟没有新闻，日服这边则是发布6月13日薛拉古人活动结束前瞻预告，并发布由阿瓦库老师绘制的庆祝贺图，并且当天日服明日方舟也宣布，明日方舟黎明前奏动画将在7月7日开始，每周5晚11点重播1集，全篇共8集，将会在7月剩下的夜晚为没有在首次放映时观看黎明前奏动画的博士们带来明日方舟的故事。6月12日，简中明日方舟没有新闻，但有的玩家发现，在上海南京东路百联 ZX 户外大屏出现了经过明日方舟巴别塔攻略组授权的，包括歼灭测试830分首杀记录在内的各次首杀登顶混剪视频。另外，有玩家发现，在明日方舟模拟器中存在一个神奇的血色修道院画面 bug， 登录游戏并进入空想花亭活动关卡，会看到一片猩红的游戏画面，让玩家们提前看到了泰拉大帝受到猩红腐化之后的样子。并且当天还有玩家发现，制作来自星辰的公司在6月5日申请了一系列商标，有玩家指出该商标名为泡姆，并推测该商标的本体或许是曾在来自星辰画面中出现过的小胖鸟。此外，当天 UP 主花匠克莱芒发布专栏断语哲豪，回顾明日方舟社区过去发生的模拟器私服往事，全文详细介绍2021年期间明日方舟社区中火热的私服风波和某攻略组之间的关系，某些 UP 主靠侵权视频盈利等情况，今后或许会成为明日方舟玩家们了解社区历史的重要方式。繁中这边则是发布了明日方舟罗小黑联动活动好久不见故事集预告 PV， 6月13日下午4点更新结束后，繁中玩家们也将和可爱的小黑见面。日服这边则是发布了明日方舟春季感谢季2023年薛拉古人特别纪念曲 Laters， 本曲由曾为偶像大师系列供曲的木月周平老师创作，德克萨斯、拉普兰德2位人气角色的声优，田所子、金井麻美2位老师采用对唱的方式，仿佛对话一同演唱出2位角色间纠缠缠绵的羁绊，并且在当天下午发布版本前瞻预告，风雪过境活动即将在6月13日更新后复刻。同期开放的还有辅助干员灵芝的卡池。国际服这边则是红迪社区明日方舟专栏被设置为私人板块，非邀请无法进入。据悉，出现该情况的原因是红迪急于上市，准备将 API 应用程序接口转为付费制，导致大量应用不得不在月底关停，从而引发大量用户不满，并通过将社区板块设置为私人板块的方式表示抗议。6月13日，简中明日方舟预告 Sad Story 成瘾余音活动将于6月20日上线，黑剑个人 UP 卡池也将返场，期间完成活动任务即可获得人气干员车尔尼，并且本次活动的复刻也将促成空想花亭成瘾余音活动时间重合的盛况。该情况也被搬运至外网平台，玩家们不由开始好奇鹰角到底又在对什么轴，竟然突然开始赶时间了。并且当天有玩家发现，曾经与鹰角官方有过合作的 coser OnNi 发布动态表示，将于7月21日至7月23日期间进行鹰角相关的 cosplay， 随后快速删除该动态，但该动态的截图已经被玩家们保存，甚至被搬运至外网平台。国服玩家们纷纷表示期待，感慨大的要来了，好耶！国际服玩家们则激动评论道，今年会有来自星辰
成的消息吗？既然是鹰角的游戏，质量一定很棒，我一定会玩的。另外，当天有玩家发现，在《明日方舟》官方微博评论区中出现大量以高考结束想入坑的新玩家们听一句劝，这游戏不适合新玩家为主题的评论模板，令人费解。但经过对早期评论的翻阅，发现该事件起因似乎与圣约送葬人强度有关。繁中这边则是发布了《明日方舟 SGS 夏日电玩展》参展预告，本次电玩展将于7月14日至7月16日期间，以《明日方舟》3周年内容为主题，并以3周年庆典为终点站。本次活动期间，玩家们只要完成任务和游戏即可参与抽奖活动。下午4点，繁中《明日方舟》进行闪断更新，上线罗小黑联动故事集。本次活动自6月13日至6月20日持续7天，完成任务即可获取4星联动干员罗小黑，并且当天由 B 站 UP 主二谷 bot 投稿的好像哦调侃方舟干员撞脸视频也被搬运至繁中平台。玩家们感慨工作照姿势一致的同时，有的玩家评论道：少见多怪，你这是没经历过五内敛的洗礼呢，并贴出2张来自 FGO 的经典撞脸图。日服这边则是 YouStyle Official 售卖的《明日方舟春日记》周边，包括角色丙烯立牌、兔兔毛绒玩偶、帆布版画等产品结束售卖。6月14日，简中《明日方舟》发布中间巡防卡池预告，本次将会进入中间卡池的角色为能天使和推进之王2位人气干员。本次卡池将会在6月15日开启，6月29日结束，期间能天使将会进入黄票兑换商店，有需要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哦。随着推王阿能回到过去2019中间巡防卡池的到来，有玩家发现本次卡池概率 UP 的送葬人距上次进池相隔正好是777天。另外，当天《明日方舟》官方运营的微博账号泰拉记事社发布安杰丽娜手记第3篇的笔记内容，在本篇笔记中提及萨科塔的光环和翅膀实际是没有实体的，为不少博士带来了一些设定震撼。玩家们震撼之余不由诧异，那送葬人光环上的装置是哪来的？怎么这东西还会自然生长的吗？当天还有玩家提出，如果《明日方舟》要出恐怖风 sad story， 你能接受吗？的话题。有的玩家表示，拜托，海斯还不够恐怖吗？科系风格不也挺好的吗？有的玩家因为《明日方舟》一直以来较为复古保守的演出方式，对《明日方舟》故事能否达到惊悚吓人的感觉表示不抱期望。繁中这边则是当天下午发布了《明日方舟》夏日嘉年华活动预告。6月20日下午更新结束后，繁中玩家们也即将和百炼加维尔一同领略杜林城市的风土人情。日服则是2023年春季感谢庆典特制广播剧《乌萨斯的孩子们》开始发货，曾预购了广播剧的朋友们将在近期收到由阿格尔有声制作团队制作的《乌萨斯的孩子》广播剧光盘 CD。乌萨斯的孩子这篇温馨的故事即将以有声书的方式与博士们见面。此外，还有玩家发现制作乌萨斯的孩子有声故事的制作团队竟然也叫做阿格尔，不由好奇到底是先有的明日方舟还是先有的你们公司啊？更有玩家调侃：好家伙，阿格尔做的有声书听得我已经开始长鳞片了，大群加入好。并且当天有玩家由于手机的长期使用，在手机屏幕中间出现了一个不大的灰点，并不会影响正常使用，但位置刚好可以遮住大部分明日方舟干员的人中部分，从而创造出了不少有趣的怪图。更有的玩家在此类怪图的影响下，不由产生出了奇怪的幻视，想到一位世界闻名的德国美术生。此外，由微博网友会飞的不一定是灰机制作的萨卡兹萨科塔胸肌天赋对照图也开始风靡外网平台。外网玩家们感慨萨卡兹天赋卓绝的同时，对萨科塔相对平庸的天赋表现出惋惜，表示很遗憾，这就是背叛萨卡兹的代价。6月15日，简中明日方舟下午4点进行闪断更新，修复远牙皮肤描述、空构技能描述等问题后，正式开放空想花亭活动第2阶段。晚上7点，则是发布了行于泰拉拉特兰机关档案，为博士们带来花匠克莱芒、斯特凡诺和阿尔图罗3位角色的人设档案，让博士们有更多的方式了解泰拉大地上除干员之外的其他生灵。晚上8点，远牙的妈妈诺丽子蔡老师就远牙英文名拼写错误和本次皮肤存在争议发表道歉，并表示尊重每个人的喜好，也希望大家能够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此外，当天中午11点半，则有 B 站 UP 主北斗星皇发布了提瓦特梦境方舟明日方舟原神联动同人游戏首曝视频，为博士与旅行者们带来经过3年打磨，更有布尔鲁鲁鲁 LH 在做小人、拉斯蒂粒子等几位大佬提供的 SD 小人模型，共同制作的神州行双厨狂喜同人游戏，以自己的方式为希望同时游玩原神、方舟2款游戏的玩家们带来自己的港湾，角色还原度高，制作精良，游戏本身更是为神州玩家共建和谐社区做出贡献，值得尊重。不过目前该游戏尚不支持下载，若有需要，请关注 UP 主后续更新。并且当天一张以命运2运营公司将我国台湾省划定为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截图开始在各大社交平台传播。据悉，该事件是由于当天邦记工作室发布的6月 LGBT 自豪月贺帖中，在罗列对 LGBT 平权运动起到突出贡献地区时，将我国台湾省与其他国家并列，并以 countries 字眼进行概括，导致在该帖发出2小时内，便有网民发现其中文案存在的问题，并认为该行为是在支持台湾独立。但该事件发生后，很快邦记官方便删除原帖中关于台湾部分。目前回访该帖可以看到，台湾省已经从国家列表中移除。对此情况，有的玩家认为该事件涉及国家尊严，如若没有邦记正面回应，或许明日方舟命运联动前景堪忧。有的玩家认为公款追星本身就不宜提倡，做好自己打磨创意才是根本。还有的玩家则认为，既然邦记已经快速修改文案，多少也表达了对两岸关系的立场，释放了诚意，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或许可以选择原谅。国际服这边则是明日方舟全球水月仙术杯32强赛
赛正式结束。狼门 Dragon 发布本次比赛的入榜名单，并宣布将于6月16日至6月17日进行决赛直播，以32进16、16进8的方式角逐出全球水月仙术杯总冠军。6月18日，简州明日方舟发布空想花亭赛事唱片 OST， 登录网易云、QQ 音乐等音乐平台即可收听。中午12点，哔哩哔哩官方运营号哔哩哔哩 World 的园长发布 BW2023 活动预告，本次活动将于7月21日至7月23日期间于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展。本次活动将会参展的除 DOTA 2、电网3等老牌游戏 IP 外，还有来自鹰角网络的明日方舟和来自星辰。本次也是来自星辰自2021年9月15日之后首次出现相关消息，或许来自星辰很快就会与玩家们见面。该消息一经放出，很快便被搬运至外网平台，外网玩家们激动于来自星辰终于有消息的同时，有玩家感慨：我这个夏天就去打工，我要确保我能买得起这个游戏。繁中这边则是发布了3周年周年庆活动预告，活动期间将会发布活动邮件，赠送干员暴行，并开放资深干员选调凭证礼包。本次6星自选礼包可以选取干员范围为1克及之前的全部非限定6星干员。国际服这边则是太平洋时间晚上8点进行全球水月与深蓝之术水月杯肉鸽大赛直播，为博士们带来属于国际服的水月仙术杯。以上就是本周明日方舟发生的部分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孟怀，我们下期再见。